李云龙在哪兒？他在哪兒？报告，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沒有解除，他還在邊區的備服廠當廠長呢。去，告訴他別再绣花了，裝什麼蒜呢？馬上給我到獨立團當團長去！李雲龍剛因戰場抗命，從團長被降職為備服廠廠長，可轉頭首長就要將他官復原職，只因昨晚鬼子特種部隊與楊村裡的獨立團打了場遭遇戰，這一戰獨立團竟傷亡上百名戰士，而鬼子卻毫髮無損全身而退，這讓總部首長瞬間勃然大怒。什麼獨立團？屁！我看他是法治團，完全是村主式的指揮，一個團竟被小鬼子一支小部隊給打趴下了。這樣團長指揮未失高，去把團長給老子撤了！老總的這句怒斥可不是單純的情緒宣洩，而是直指獨立團團長孔杰指揮不力的核心問題。這既顯露出他對部隊的嚴苛，也為擼掉孔杰的團長職務、調李雲龍上任埋下了伏筆。而讓李雲龍去收拾獨立團慘敗後的爛攤子，不僅是對他帶兵能力的絕對認可，也盡顯了戰時用人的務實底色。可你猜怎麼着？咱老李竟然還傲嬌了，對於打了勝仗反被撤職之事，那是一肚子牢騷啊！哎，我說李團長，這可是老總本人的命令，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個青紅皂白吧？啊，老子犯什麼錯了？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圍嗎？這也是錯啊！凡事得講點道理，對不對？得講道理啊！老李是越說越激動，全然沒注意到旅長已經來到了門外。不去！李龍，喲，旅長。瞧瞧老李這能耐，連天皇老子都不放在眼裡。可當比天皇老子還大的旅長來了後，瞬間秒慫。那麼看到這兒，估計有小夥伴要問了，為啥李雲龍這麼怵大旅長呢？答案很簡單，旅長的原型可是陳賅大將。就這麼說吧，李雲龍背中正步槍時，旅長背的可是中正本人啊。怎麼讓我派一頂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嗎？戰場上抗命，你可有理了你！旅長啊，不是這個意思。什麼不是啊？那你在這發什麼牢騷啊？在旅長的面前，老李溫順的簡直就像小綿羊，全然沒有了剛才振振有詞的傲嬌樣，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。他甚至都只敢試探性的請求調回新一團，結果不出意外被旅長一口回絕。你給我聽着，李雲龍，獨立團雖說打了敗仗，可他還是咱八路軍的武裝。你少在這兒肥呀瘦的給我挑挑揀揀的，獨立團要是在你的手上還挑不起大梁來，我就拿你試問。到時候李雲龍，你他媽連給老子做這身衣服的資格都沒有。是。老李這聲回復喊的那叫一個乾脆透亮，可這哪是深刻領會了責任重大，分明是被旅長的氣場給拿捏的死死的，滿腦子都是旅長說啥都對，我可不敢犟嘴的懼怕和服從。別給我派政委了，政委團長我一個人幹了。想得美！那團長政委都讓你一個人幹了，那你在獨立團還不翻了天了？不行，這個條件我不能接受。老李想身兼兩職，獨攬獨立團大權的小算盤被旅長當場戳破，一句乾脆利落的不行，既斷了他偷懶耍滑的念想，也守住了部隊軍政分工的鐵規矩，更透着對這個愛惹事部下的精準拿捏。那把新一團的張大彪給我調來，這營長我使着順手。這個條件不錯。這個還可以考慮，不過李雲龍，你給我小心着點兒，不許你拉山頭。老李這小算盤打得十里八鄉都能聽見響了，明擺着是想拽上老部下張大彪來獨立團撐場面，快速鎮住爛攤子。而旅長心裡也跟明鏡似的，前兩次都沒鬆口，這次總算網開一面考慮給人，但又立馬給老李敲警鐘，不許搞小團伙，妥妥的給甜頭又防跑偏，把老李吃得死死的。你要用最短的時間，首先要給我解決的是实際問題。是。旅長這話直接掐住了獨立團慘敗後的命門，必須得先把散掉的士氣撿回來。而老李的回復脆得跟掰餅乾似的，那是半點廢話都不敢有啊！旅長，你慢走啊，慢走，旅長！老李这一聲聲喊的那叫一個殷勤討好啊，生怕旅長轉頭就變卦。那副乖巧的模樣跟剛才的刺頭簡直判若兩人。但光要一個張大彪哪夠啊？畢竟咱老李這會兒還是備服廠廠長呢，不撈點好處那豈不是虧了？把新軍裝給我裝上200件，我要帶走。沒有張部長的批條，我做不了主。我讓你做主了嗎？哎，老子現在還是廠長，給我裝200件，一件不能少。说的给厂长我不能白干，快装快装！老李這波操作賊精明，主打一個官沒白將，便宜沒白占，既為獨立團撈了實惠，又透着他那從不吃虧的混不吝勁兒，笑得那叫一個得意。而老總之所以鐵了心讓李雲龍接手獨立團，核心原因就2點：第一，獨立團剛經歷慘敗，士氣潰散，指揮乏力，急需一個能啃硬骨頭的猛人來救場；第二，李雲龍的實戰能力擺在那兒，他帶新一團時敢正面硬剛坂田聯隊2發迫擊炮端掉鬼子指揮部，而且打仗鬼點子多，還敢打敢衝，是出了名的能把爛攤子
盤活的主。再加上老總本就摸透了李云龙的性子，虽然爱抗命、爱耍小聪明，但關鍵時刻絕對能打勝仗。而且戰時用人哪能拘着紀律條條框框，能打勝仗才是硬道理。然而老李上任獨立團後也是困難重重，因為鬼子特戰隊行動乾淨利落，團裡只有獨立團戰士的遺體。更棘手的是，原獨立團團長孔杰被撤職去餵馬，團裡還鬧起了軍情騷動。我一進獨立團，您就是團長，現在換了一個新團長，教我們怎麼殺鬼子。孔團長，要走你把我們都帶走，要麼你拿机槍把我們掃了也行。這話裡滿是獨立團戰士慘敗後的憋屈和血性，他們寧願跟着老團長孔杰戰死，也不願窩囊地待在被首長所罵的發面團。這既道盡了軍心渙散時的絕望，更藏着戰士們對能帶領他們打翻身仗的主心骨的迫切渴望。一個小兔崽子啊！你小子打鬼子是為我孔杰打的，你是為你爹、為你娘、為你姐、為你妹子、為那些屈死的中國人打的。老孔這話直接點醒了渾渾噩噩的戰士們，把大家的怨氣和憋屈扭轉為打鬼子、為同胞報仇的血性，也為李雲龍後續重整獨立團鋪墊了關鍵的一步。